好，今天咱们正式进入《红楼梦》的第5回。那么前面4回呢，神话铺垫完了，人物关系也交代清楚了，四大家族到齐了，宝黛也见了面了。但是从第5回，曹雪芹要做一件极其大胆、极其残忍的事儿，他把所有人的结局一次性全告诉你。这一回叫游幻境指迷12钗，引仙劳曲演《红楼梦》。表面是贾宝玉做了个梦，游了太虚幻境，实际上是金陵12钗命运发布会。宝玉翻开3本册子，正册、副册、又副册，每一页都是判词，每一幅画都是伏笔。这是《红楼梦》最梦幻的一回，也是最宿命的一回。但是在进入太虚幻境之前，曹雪芹先做了3个铺垫。一是黛玉和宝钗的隐形战争开始了。2是宝玉和黛玉第一次闹别扭又和好，3是秦可卿出场，安排宝玉睡午觉。这3个铺垫都是为后面的梦做准备。而且这一期咱们得把贾府的辈分彻底捋清楚，因为前面主要讲荣国府，这一回宁国府正式登场了。很多人看电视剧对贾府男性辈分一团浆糊，什么贾琰、贾元、贾代化、贾代善，他们都是谁呀？这些名字里的密码我们今天一次性破译。来，我们先听这段入梦前奏。第4回中，即将薛家母子在荣府内寄居等事略已表明，此回暂不能写矣。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，贾母万般怜爱，寝食起居亦如宝玉。迎春、探春、惜春3个亲孙女倒且靠后，便是宝玉和黛玉2人之亲密有爱处，亦自较别个不同。日则同行同坐，夜则同息同止，真是言和意顺，略无身伤。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，年岁虽大不多，然品格端方，容貌丰美，人多为黛玉所不及。而且宝钗行为豁达，随分从时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许，目无下尘，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。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玩，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一些意欲不忿之意，宝钗却浑然不觉。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间，况自天性所禀来的一片愚拙偏僻，是姊妹弟兄皆出一意，并无亲疏远近之别。其中因与黛玉随同贾母一处坐卧，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。既熟惯，则更觉亲密；既亲密，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悔，不虞之隙。这日不知为何，他2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，黛玉又气得独在房中垂泪，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，前去抚救，那黛玉方渐渐地回转来。因东边宁府花园中梅花盛开，贾珍之妻尤氏乃置酒，请贾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赏花。是日先携了贾蓉之妻2人来面请，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，就在惠芳园游玩。先茶后酒，不过皆是宁荣2府女眷家宴小集，并无别样新闻趣事可记。一时宝玉倦怠，欲睡中觉，贾母命人好生哄着，歇一回再来。贾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：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屋子，老祖宗放心，只管交与我就是了。又向宝玉的奶娘丫鬟等道：嬷嬷姐姐们，请宝叔随我这里来。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，生得袅娜纤巧，行事又温柔和平，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，见他去安置宝玉，自是安稳的。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，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，画的人物故好，其故事乃是燃离图，也不看系何人所画，心中便有些不快。又有一副对联，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
即看了这2句，纵然饰语精美，铺陈华丽，亦断断不肯在这里的，忙说：“快出去，快出去！”秦氏听了，笑道：“这里还不好，可往哪里去呢？不然往我屋里去吧。”宝玉点头微笑，有一个嬷嬷说道：“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房里睡觉的理儿啊？”那秦氏笑道：“哎呦呦，不怕他恼，他能多大呢？就忌讳这些个。上月你没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，虽与宝叔同年，2个人若站在一处，只怕那个还高些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怎么没见过？你带他来我瞧瞧。”众人笑道：“隔着20-30里，往哪里带去？见的日子有呢。”说着，大家来至秦氏房中。刚至房门，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。宝玉觉得眼形骨软，连说好香。入房向壁上看时，有唐伯虎画的《海棠春睡图》，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，其联云：“嫩寒锁梦因春冷，芳气笼人是酒香。”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进士中设的宝镜，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，盘内盛着安禄山治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，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韩章殿下卧的榻，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。宝玉含笑连说：“这里好。”秦氏笑道：“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。”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换过的纱巾，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，于是众奶母服侍宝玉卧好，款款散了，只留袭人、媚人、晴雯、麝月4个丫鬟为伴。秦氏便吩咐小丫鬟们好生在廊檐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。好，原文先演播到这儿啊，这段是第5回的入梦前奏。但是咱们先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啊，就是贾府的男性辈分到底怎么排？因为这一回宁国府正式登场了，贾珍、贾蓉、秦可卿都出来了，很多人到这里就晕了啊。贾府分为宁、荣2府，源头是兄弟俩，哥哥叫贾演，弟弟叫贾元。那么这是第1代，名字里面都带水字旁啊，演表演的演，源头的源，都带水字旁。那么宁国公是贾演，荣国公是贾元，一母同胞打下了宁荣2府的基业，这是水字辈儿啊。第2代名字里面带代字，就是贾代化、贾代善。贾代化是贾演的儿子，宁国府的啊。贾代善是贾元的儿子，是荣国府的。那么贾代善也就是贾母的丈夫啊，这个是代字辈儿。那么到了第3代就是带文字的了，就是文字辈儿。那么都有谁呢？贾敬、贾赦、贾政。贾代化的儿子是贾敬，贾代善的儿子是贾赦、贾政啊，他们的名字旁边都有一个反文旁，这个就是文字辈儿。贾敬是宁国府的，贾赦、贾政是荣国府的。贾敬后来一心炼丹，把爵位让给了儿子贾珍啊。贾赦袭了荣国府的长房爵位，贾政是2房，但是住在荣国府的正院啊。这是第3代。那我们来说第4代。第4代名字里带玉啊，贾珍、贾琏、贾宝玉、贾环。贾敬的儿子是贾珍，贾赦的儿子是贾琏，贾政的儿子有一个贾珠，之前死了，然后还有贾宝玉和贾环。你看这个珍啊、琏呐、环呢都是斜玉旁啊，这个就是玉字辈儿。贾珍是宁国府的现任族长，贾琏是荣国府的长房，贾宝玉是荣国府的2房。那么到第5代很多人就不熟悉了，第5代名字里面带草字头啊，贾蓉、贾兰。贾珍的儿子是贾蓉，贾珠的儿子是贾兰，那么蓉、兰都是带草字头的啊，这就是草字辈儿。
所以您看啊，从水到代到文到玉代草，5代人5个偏旁，像族谱的密码。而且宁国府这边啊，贾演、贾代化、贾敬、贾珍、贾蓉，然后荣国府这边贾元、贾代善、贾政、贾赦，然后贾琏、贾宝玉，然后贾兰，2条线清清楚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秦可卿是谁？秦可卿是贾蓉的妻子，贾珍的儿媳妇，宁国府的重孙媳。但是曹雪芹在这里写他乃重孙媳中第一得意之人，贾母把他夸成一朵花。可是后面我们会知道，这位极妥当的秦可卿与公公贾珍有染，然后在天香楼上吊自杀。这是宁国府最大的丑闻，也是只有门口2个石狮子干净的实证。虽然这段原文里删了，但是诸多细节都说明了这个情况。而且您注意，秦可卿安排宝玉睡午觉，那个嬷嬷说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房里睡觉的理儿啊？这是礼教的提醒。秦可卿是贾蓉的妻子，宝玉是贾蓉的叔叔，所以嬷嬷觉得不妥。但是秦可卿一笑驳回，说他能多大呢？这种对礼教的轻慢暗示了他后面的悲剧。那么我们再来看3个铺垫啊。这一段最一开始讲宝钗来了，黛玉的隐形战争开始了。原文说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郁不忿之意，宝钗却浑然不觉。这不是谁对谁错，是性格使然。黛玉是孤高自许，目无下尘，宝钗是行为豁达，随分从时，一个敏感，一个圆融，一个活在情感里，一个活在世故里。那么第2个铺垫，宝玉和黛玉的求全之悔，不渝之戏，这是第一次闹别扭。求全之悔是因为太亲密了，所以要求高，一句话不对就生气。不渝之戏是因为太在乎了，所以料不到的小矛盾也会裂开口子。黛玉垂泪，宝玉自悔，然后抚救，这个模式贯穿了他们的一生。那么第3个铺垫，秦可卿房间的陈设，全书风流孽债的典故。唐伯虎《海棠春睡图》描写的是杨贵妃的醉态香艳，秦太虚的对联弄寒锁梦因春冷，芳气拢人是酒香，暧昧。然后武则天镜室里的宝镜宫闱秽乱，然后赵飞燕金盘身轻善舞，然后安禄山的木瓜伤及太真。太真是谁呀？太真就是杨玉环啊。安禄山的木瓜曾伤及太真乳部，然后寿阳公主的榻，同昌公主的连珠帐，公主的奢华卧具，然后西子换过的纱巾，红娘抱过的鸳枕，西施红娘都是风流人物。这些物件全与历史上的风流韵事、宫闱秘闻相关。一个侄媳妇的房间陈设如此香艳，本身就是巨大的隐喻。那么再来看看宝玉的反应他为什么不喜欢燃离图呢？燃离图是劝人勤学苦读的，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，这是典型的世俗成功学宝玉一看心中便有些不快，断断不肯在这里。这说明他天性厌恶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，厌恶世俗应酬，厌恶仕途经济，这是他偏僻性格的核心，也是他与贾政冲突的根源。而秦可卿房间里的甜香让他眼形骨软，眼形就是眼皮发涩，像吃了糖一样发黏，昏昏欲睡。这香气不是普通的香，是催梦的香，是引他入太虚幻境的媒介。最后我们来看4个丫鬟袭人、媚人、晴雯、麝月。袭人我们已经认识了，然后晴雯和麝月后面都是重要人物，但是媚人这个丫鬟只在这里出现一次，后面就消失了。可能是曹雪芹早期构思的人物，后来删掉了。这种有头无尾的细节，说明《红楼梦》确实是批阅10载，增删5次。所以这一期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辈分密码的破译，是宁荣二府的权力地图，是秦可卿房间里的性暗示，也是宝玉拒绝世俗选择梦境的心理转折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当宝玉在秦可卿的榻上躺下，闻着那股甜香，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人世，正向太虚幻境飘去。而在那里，
警幻仙姑早已经预备好了3本册子等他来翻开。别的作家写小说最怕看剧透，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偏偏在第5回就把所有人的结局钉死在纸上，这不是大胆，这是近乎残忍的诚实。他告诉你，这些女子的命运从她们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写好了。你后面看到的所有欢笑，所有诗意，所有青春的美好，都是在为注定的悲剧做铺垫。这种写法，全世界找不到第2本。他把悲剧的倒计时直接摆在读者眼前，然后问你，你知道了结局，你还愿意看下去吗？那么下一期，宝玉翻开政策第1页，金陵12钗的命运即将揭晓，我们下期接着聊。